我功劳这么大，凭什么不能封王？是我应得的，我为什么不要？居立大功非不治，复贪王爵似颛臾。造成400年严汉，才得安宁反受诛。人在职场，你能容忍别人窃取你的劳动果实吗？如果你应得的利益没有被满足，你会奋起抗争到底吗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能忍为别人做嫁衣这种事，这大概就是人性。而2000多年来，人性这一点没变。你看韩信，居立大功非不治，他能立下无二的战功，他绝对不傻。但邵雍却批评他复贪王爵似颛臾，都已经位极人臣了，还去贪那个假齐王，这又显得愚蠢固执。对于韩信自己来说，他可能觉得我功劳这么大，凭什么不能封王？是我应得的，我为什么不要？咱们今天就一起来复盘一下韩信的升职路，看看他到底应不应该要这个王。韩信的升职简历是：初属项羽，当郎中，置比300石，是基层侍卫。归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，当连敖，低级武职，管仓库。同年稍后，经夏侯婴推荐，任治粟都尉，主管粮饷，置比2000石。同年8月，经萧何力荐，刘邦筑坛拜将，任大将军，这是汉军最高统帅。汉4年，任相国，史称左丞相，百官之长，位极人臣。从管理仓库的基层员工到汉军总司令，再到百官之首，韩信只用了不到4年。这升职速度放到今天，相当于从一个仓库管理员4年干到集团 CEO。这时候他打下齐国，派使者向刘邦讨封假齐王。假齐王就是临时代理齐王。问题来了，这个王该不该要？如果刘邦当时正风光无限，韩信再会来点事儿，说几句漂亮话，也许刘邦一高兴，真就封他个齐王了。但韩信的问题不是该不该要，而是什么时候要，怎么要。他派使者去的时候，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，命都快保不住了。刘邦看到信，当场炸了：吾困于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。老子天天盼着你来救命，你倒好，趁人之危要挟我要封王。往轻了说，这叫没眼色；往重了说，这叫腹黑阴险。人在职场最怕的就是这种功劳很大，但永远不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的人。韩信就是这号人。而刘邦的反应告诉了我们什么叫高手。你看刘邦是怎么处理的？他这边刚开骂，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从两边踩了他一脚。史书记载叫聂汉王族，然后张良附耳低语，向他分析利害关系。刘邦反应极快，马上接着骂：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？男子汉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，当什么假王呢？骂的内容没变，但是意思完全反过来了。使者愣是没听出任何破绽，回去复命说汉王答应了，还升格为真王。蹑足这个小动作藏着多少信息呢？咱们停下来想想，在古代森严的君臣等级下，臣子不能直视君主，更不能有肢体接触，随便碰一下，轻则失仪，重则可治大不敬之罪。但张良和陈平当着使者的面从两边踩刘邦的脚，这说明什么？第一，张良有资格坐在刘邦身边，而不是站在下面。第二，张良确信刘邦不会因此发怒。第三，刘邦不仅不怒，还能心领神会，无缝配合。这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，这是我踩你一脚，你就能接住我的戏的默契。历史上有类似的君臣互动，比如周昌七妻，周昌反对废太子，急得结巴，拉着刘邦的衣服不放。又比如曹操险卒迎许攸，听说许攸来投，曹操来不及穿鞋就跑出去迎接，许攸大受感动而献乌巢之策。但这些都是公开的激烈动作，像张良这样在暗下悄悄踩一脚，主臣之间心照不宣的确实罕见。高手过招不止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，不止在密室里的老谋深算，也可以是这种纯物理的简单直接的小动作。这种小动作即便在2000年后的今天，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高手。不信你敢给你的大老板扇一巴掌踢一脚吗？你若是老板，会接得住忠心员工的情急一脚吗？
韩信做错的不只是要王爵，刘邦被踩了一脚，马上派张良去给韩信封王。你想当王？好，我派我最信任的心腹军师去给你封王，让你放10000个心。这个举动里藏着另一层意思。从韩信得到齐王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祸根就已经种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刘邦记住的不是韩信的战功，而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跟我讨价还价。邵雍批评韩信专愚，说的不只是不知止、不知足的愚，没眼力劲儿、低情商的愚。更要命的是，这2种愚前面还叠加了一个专字。这个专不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专长，而是一个人刚愎自用、自以为是的专横、专断、油盐不进。他觉得我有功，我该得，你们不给是你们不对，但他没想过一棵树的果实就那么多，好处都被你一个人占了，别人吃什么呢？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在职场，你愿意给别人做嫁衣吗？你应得的利益没被满足，你会抗争到底吗？先别着急回答，你得先摸摸底，老板口袋里还剩几个铜板，你总不能把老板给取而代之吧？你再看看自己的风评，是正在遭人记恨，小鞋一堆，还是大家都站你这边为你加油？易经说亢龙有悔，位置太高却不知道退，功劳太大却不知道让，这就是亢。亢到极点必有悔。对于学艺的人来说，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会认为功劳是我一个人的，即便你很优秀，也不会无边界无休止的去争那块可能就在手边的肥肉，因为你知道肥肉的周围永远不缺盯着他的眼睛。认识不到这一点，结局就会像韩信那样，造成400年严旱，才得安宁反受诛。打下400年江山的人，天下安宁之日，就是他被杀之时。